绝对没有比这还悲催的男人。刚穿越到末世前一天，就被美女老板炒鱿鱼，相互喜欢的姐姐又检查出癌症。正当你在卧室大哭之时，姐姐却敲响你的房门。她叫李励志，是你的大学学姐现在的室友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听到你在哭，你怎么这个点回来了？没事，老板给我放假，这回可以多休息几天。是你那的高冷上司又针对你了吧？你看着李励志，内心感到痛苦。这么漂亮善良的姐姐，怎么就得了绝症？半夜凌晨4点，你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你好兄弟陈子阳打来的。凡哥，不好了，末日爆发了！你一个机灵，直接跳起来，快速冲到大街上。果然不远处有2个丧尸，难道末日真的爆发了？你一溜烟的赶紧跑回房间内，果断平复自己的心情。突然脑海中传来一阵声音：检测到末日来临，女神无限系统绑定成功。大姐，咋是这种系统？虽然我很喜欢美女，但都末世了，来这个有啥用？新手礼包发放：洗髓丹2枚，钛合金战刀1把，储物戒指1枚，金色异能风之领域。宿主每达到系统要求，队伍中多1位女神作为同伴，可奖励抽奖机会至多2次。你用意念点进去一看，好家伙，连宇宙飞船都有。系统下面还有说明，杀丧尸能得积分，1万积分也可抽1次。系统，这洗髓丹有什么用？可强化体质，一般毒素无法起效，修复体内受损组织。那我姐姐吃了，癌症能好吗？不知道，宿主可以试试。你的心脏砰砰跳了起来，没想到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奇遇，急匆匆来到李励志的房间。励志姐，不好了，外面丧尸爆发了！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做噩梦了？你把手机拿给他看。李励志看了一会，眉头越来越皱。这不会是真的吧？你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系统的事，李励志是可以毫无保留相信的，但不知道怎么说这种事。没事，励志姐，先不说这个，你把这个吃了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李励志毫不犹豫就吞了下去。没一会，李励志感觉浑身难受，他连忙跑去卫生间。10分钟以后，李励志兴冲冲地走出来。我感觉我的病已经好了，既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我还觉得力气也变大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刷到一条消息，说继杀丧尸后会出现晶核，吃下后可以增强体质。你想起以前看过的小说，于是问系统：系统，丧尸体内真的有晶体吗？吃了有用吗？1阶丧尸有少部分有晶体，2阶级以上都有晶体。服用晶体可提升等阶，异能者的异能也可以随人体等阶提升而变强，普通人最多到达3阶。你突然注意到系统还有一个面板，于是打开查看。姓名赵铁柱，等阶0，异能风之领域金色，美女收集数量0，积分0。系统发布第1个任务，在1周内俘获到第1个美女，否则人道毁灭宿主，奖励抽奖机会1次。这么急，怎么样才算成功呢？目标对宿主的爱恋值超过80或者服从值超过80即可。你的目光落到刚出来的李励志身上，可是你的内心却在纠结着。不行，虽然我和励志姐关系很好，但她一直把我当亲弟弟，短时间很难转变过来，那还能有谁呢？外貌能到90分以上可不多见，你这么久也就认识2个，一个李励志，一个是最恨的老板林黛玉，那就从林黛玉开始下手。姐姐，我出去一趟。外面这么危险，你出去干嘛？没事的，我有异能，我们的物资只够1周，所以不可能不出去的。姐，我有个想法，都末日了，再说我们也知根知底的，要不我们就在一起吧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我不理你了。末日突然降临，你和学姐被困在家中，此刻李励志做好饭等你吃饭，你直接走到他的身旁。励志姐，我喜欢你。李励志顿时满脸通红，他颤抖着声音说道：你别这样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想想还是不能太急，于是答应下来，给励志姐多点空间和时间。吃饭后你出来了，你突然想起你那可爱又可恨的女上司，便直接给她打电话。林总，不会现在还没起吧？9点上班，现在都8点半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谁还敢扣我工资？末日都爆发了，你还在睡懒觉？林黛玉刚开始还不信，等她到隔着窗户查看一番，顿时大惊失色。这不是真的吧？怎么到处都是丧尸呀？现在全世界都爆发丧尸了，您还是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虽然你对我很刻薄，但我还是选择友情的提醒了你。林黛玉此时已经茫然失措，她家里一点食物都没有，那岂不是几天之内她就要饿死？那你记得好好照顾自己，我挂了。手机里一阵忙音，你摸不着头脑，这女人转变这么快吗？丧尸还有这威力能？你决定去商场多储备一些物资，这可是最关键的。进到超市以后，你拿空间戒指装了很多食物和水，够你和姐姐吃几个月了。然后装一些生活必需品。突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大汉正在拖着一个女生，女生声音凄厉，拼命挣扎。吴小玲也只是想和你单独聊聊天，这都不给我面子。癞蛤蟆就是癞蛤蟆，会放火也还是癞蛤蟆。藏在一边的你摸了摸下巴，会放火，这是他的异能。
你取出空间里的一把水果刀，直接一个人影闪过，大汉直接倒地。你拿出一包方便面给吴小玲，你很勇敢，扔下一句表扬就走。你觉得自己的背影肯定帅呆了。你在路上顺便解决了一些丧尸，可是积分才100多，你觉得有些慢了。系统突然响起，宿主建立庇护所后，庇护所成员所击杀丧尸也可获得积分。看来庇护所计划的加快啊，自己一个人太慢了。你回到家后挨户敲门，有人回应就不进去，没人回应就进入收集物资。当来到了一间房门口时，里面的人打开了房门，露出一个美丽的脸庞来，是一个大美女。你是要收集物资吗？我这里可以送你几袋零食，只要你别抢我。你没想到居然有人这么傻，笑了笑说道：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还要把我们楼里的所有丧尸清理干净。美女，我有个想法，就是收你当我小弟。我不干，你走吧。你无奈，总不能强势让人家加入吧。无奈之下只好回到自己的家。回到家后却发现李励志不一样了。我好像也有异能了。看你的情况是的，还是金色的，这应该是最顶级的异能了。你的异能是什么？感应到了吗？李励志闭眼思索了一阵，这才轻启之口说道：是速度异能，名叫刹那，1阶提升2倍，2阶提升4倍，以此类推。突然李励志投进你的怀抱，他娇羞地说：柱子，我想通了，末世爆发了，你以后恐怕也不好找女朋友，姐以后给你传递香火。好啊，励志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正当你准备下一步时，系统再度响起，检测到李励志对宿主爱恋值超过80，完成任务，现在剩余抽奖机会2次。你大喜，心中暗道：立即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未来科技牌浴缸，恭喜宿主抽中命运卡牌，每周可使用1次。末日突然间，你来到霸道女总裁的家里，可是没想到却看到2个男的站在门口，其中一个男人大喊道：林总，快出来吧，把你家的食物交出来，我就不玩你了。以前我们还说过几次话，这矫情吃点东西不过分吧？您手里握着小刀没有啰嗦，直接一个人影闪过去，2人瞬间倒地。林总，出来吧，他们我已经解决了。林黛玉打开门，可以看出来她害怕极了，而且饿了一天也没什么力气了。谢谢你救我一次。林总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做我的小跟班，二嘛，我不管你，你自生自灭。说完你感觉太爽了，以前只能低3下4，现在攻守一行了。你别过分，我以前可没亏待过你。什么叫无耻？这就叫无耻。估计在老板眼里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对员工好。以前没发现林总你还喜欢讲笑话，可惜并不好笑。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讲条件？凭这个。林黛玉伸出右手，上面竟然凝结出一个小水球，她竟然觉醒了异能。看来林总还是有些运气。那我们就不讲身份讲交换，你服从我的任何命令，我给你食物和安全保障，怎么样？林黛玉想了想，还是同意。你从空间里拿出一份便当、1瓶水给她。林黛玉讶异地看着这一幕，才明白原来你也有异能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所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安排我？什么怎么安排？让人先学岛屿了。第2天清晨，你看着旁边林黛玉笑得合不拢嘴，想想昨晚就是开心。检测到林黛玉对宿主爱恋值和服从值双满80，奖励1000立方米储物戒指1个，抽奖机会2次。恭喜宿主获得宝宝嗝屁袋1只，恭喜宿主获得探查之眼，可探查附近人的面板。你对准旁边的林黛玉就直接使用起来。姓名林黛玉，等级0，异能水蓝色，对宿主爱恋值83，对宿主服从值85。不过现在有个难题，昨天李励志才答应你给你延续香火，现在带林黛玉回去怎么说嘛？不过事情总要解决的。当你带林黛玉回去后，李励志满脸猛地盯着。这位是我之前公司的同事，所以他的房子被坏人入侵了，我就去把他救了。你好，我是铁柱之前的上司，我叫林黛玉。我怎么记得他经常说有一个姓林的上司欺负他呢？以前都是误会，我已经和他道过歉了，要不然我和你单独聊聊。李励志也不反对，用异样的眼神看了你一眼，就带着林黛玉到他房间去了。你感觉坐立难安，与其等待，还不如出去转转。你进入了商场，直接开始席卷1楼的东西，然后全部装入空间戒指，然后又想起2楼那个妹子，上次光耍帅了都忘了和她聊聊，那也是个90分以上的大美女啊！你刚进到她的房间，吴小玲很是激动地看着你。本人，你回来了。我又被剩下的男人抓住了，他们怕你回来，所以没有杀我，但是他们逼问出了库房的密码，抢了东西，现在恐怕已经逃走了。他们跑哪去了？外面都是丧尸。吴小玲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。你检查了2楼库房，还剩一些食物，够剩下的人吃1-2个月。你也不动这些东西了，给剩下的人一条活路吧。正好这时又进来一个美女，是吴小玲的同事，她已经知道关于你的事情。你则直接说道：末日可能还会持续很久，想等救援的话是不太现实的，所以我想招收一些手下，自愿加入。我叫尹红，我愿意加入你的组织。本人，我也要加入您的队伍，以后我愿意为您赴汤蹈火。别说那么夸张，以后你俩就是我队伍的成员了。把他们带回了自己小区，
先把他们安置在2套空房内，给他们留了不少食物，你就回了自己的家。末日突然降临，姐妹花在房间等你回来，没想到你刚回到家，平时高冷的女上司却主动过来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和姐姐都想死你了。你少玩反差，我受得了，我兄弟可受不了。我还是喜欢以前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一旁的李励志冷哼一声，直接说道：以后再带人回来，必须经过我同意，知道了吗？李励志觉得该立个规矩，否则过几天自己家里都装不下，也只好乖乖答应了。我认为我们得换一个地方居住，接下来可能会降温，这里顶不住，有什么好去处推荐吗？郊外的温泉山庄，那里有地热温泉又易守难攻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占领了。总之先去看看吧，我昨天还收了2个小弟，要知道在末世生存，人数太少也不行。你在外面怎么样我不管，别乱往家里带就行。3人走到楼下，你叫上了吴小玲和尹红，5个人一同出了公寓楼，花了2个多小时到达山庄门口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一个人先进去探路。进入山庄后，你发现一个巡逻的男人，你直接将其拖走，逼问一些山庄情况。原来温泉山庄的经理见末世来临，把女员工和女客人都关了起来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除了经理，山庄里还有6个男人。问出情况后，你直奔经理办公室，没想到经理正准备对一个女员工用枪。你是谁？不想活了吗？你没兴趣与他对话，一个人影闪去，直接拿下，对着旁边的女人说道：你现在去把所有人叫到门口，一会我有话要和大家说。3个小时后，你解决了山庄所有的坏东西，一群女人出现在门口。想必大家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，每个人都得为生存而战。现在这个温泉山庄是我的了，愿意加入我的团队的可以留下，不愿意的现在可以离开这里。这时一个女人不服气了，直接当众叫嚣：凭什么说山庄是你的？我是这里的副经理，该我做主了才是。你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对李励志说道：姐，把这位扔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他。李励志直接过去将这个女人拖走了。众女中一个颜值90分的女人主动开口道：我愿意留下，服从首领的一切命令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紫薇，是一名天津大学管理专业的学生，昨天是来玩的，在这里休息了一夜。其他女人都没有出去的勇气，不管愿不愿意都答应了下来。你正好分配了职务，李励志是副首领，林黛玉是大总管，叶子为吴小玲、尹红担任小队长，具体职能可以以后慢慢明确。解决好驻地问题以后，你决定带着李励志进城搜索物资。想起自己怎么忘了收集药品，这玩意可是刚需，于是第一站就去医院。你到医院3楼后，一个护士出来了：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？我们只是想来医院找药品，救援恐怕不会有了。那护士顿时沮丧起来，她饿了2天又怯懦地问：请问你们有食物吗？可以给我姐姐吃点吗？我姐姐快不行了。李励志拿出几块面包和矿泉水，和护士一起进了房间。你进去一看，一个护士躺在床上，可她长得居然和这个站着的一样。你们是双胞胎？我叫胡青青，她是我姐姐胡素素。我们被困在这几天了，我姐把水都给我了，所以她缺水昏迷了。我打算把医院内部的丧尸都清理掉，我们已经关上了医院的正门。你知道那里还有其他入口吗？我带你去吧，还有好几个门可以进呢。你就和胡青青一起去关上其他门，留下李励志照看胡素素。花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安全了，给你累得够呛。旁边的胡青青一脸崇拜地说：柱子哥，你好厉害，居然能打这么多丧尸。柱子哥，我可不止杀丧尸厉害哦。你别有用心，对胡青青笑了笑。胡青青小脸一红：以后你能收留我和我姐吗？这几天我真的好怕，我真觉得要死了。只要你和你姐姐听话，以后保证你们衣食无忧。我们先去把所有药品收拾一下，先干正事再说。末日突然降临，你明明拥有佳丽3000，却唯独对双胞胎护士姐妹花情有独钟，这还不得直接拿下？你问2人愿不愿意加入团队？胡青青毫不犹豫地说：柱子哥，以后我们姐妹的命就是你的了，你说什么我们都听。检测到胡青青姐妹对宿主的服从值达到80，奖励3次抽奖机会。你喜出望外，没想到一下子获得了3次抽奖机会，直接抱起姐姐胡素素回到山庄。安置好了双胞胎姐妹，你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抽奖。恭喜宿主抽中金色异能，绝对0度冰系异能的顶级高科技战车1辆，空投箱1个，里面有10把高科技合金长剑，10套高科技作战服，10把激光冲锋枪。看到系统奖励的这些东西，你起身来到吴小玲的房间。老大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自然是有安排了。你拿出空投箱放在吴小玲的面前，里面有一些武器装备，你的小队要装备上，每天都要出去杀丧尸锻炼本领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改变。对，老大。别那么严肃嘛，我这个人很随和的。你慢慢的走到吴小玲身边，吴小玲再笨也明白了，她红着脸问：老大，你今晚不走了吗？你想让我走吗？3个小时后，你把冰系异能给了吴小玲，你不想让人知道送吴小玲异能，这里女人太多，难免会让人嫉妒。检测到吴小玲爱恋值，服从值满80，奖励宿主2次抽奖机会。系统发布新任务：
建造好一个温暖的庇护所。你抽完奖后大喜，因为获得了紫色异能阴影和初级药剂，这可是个好异能，用来暗杀真是绝了。不过你还没想好给谁，领取了药剂你一口闷了，瞬间感觉四肢百骸都不一样了，各方面属性都大幅变强。脚下生风的你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林总已经在房间等你多时，一夜狂风骤雨，你试了2个小时还是精神抖擞，带着李励志准备去搜寻物资。当你路过警局门口听到叫声，你赶紧进去查看情况，出现了一个美女警花，她面色憔悴，一看就是饿了很久了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外面的幸存者，想来警局找武器防身，也是这里的女警。我叫楚萧，我从丧尸爆发就被困在这里，亲人同事也都联系不上，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啊？李励志就把他知道的说了，你把面包和水递了过去，楚萧3下5除2就吃完了。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的团队，我们会给你提供避难所和食物。楚萧想了一会，自己如果想活下去，确实需要结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不是什么事都做，以强凌弱，欺压无辜的事，我绝不会答应。我们营地正好符合你的要求。事实上，我们营地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我救的可怜人。你走到武器房间，你神乎其技的一挥手，所有武器就不见了。楚萧满脸的惊愕，这就是异能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觉醒。我从异变后身体也不一样了，我的体质变得更强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饿这么久还没死的原因。你看着他凹凸有致的身段，如玉般洁白的肌肤，心想难道颜值高觉醒也会变高？我的脑海里的异能好像是一团包在金光中的火，但我没力气了，施展不出来。你掏出一个异阶晶体递给楚萧，一枚就能让人升到异阶体质翻倍。吃吧，这就当是见面礼，我又不会害你。楚萧知道这2个人确实厉害，你们如果真有坏心思的话，自己也反抗不了，于是一口吃了下去，一股力量就灌满全身，他的精神焕然一新，气色也好多了。男人每天睡觉都要换一名绝色美女，就是为了体验不同风格后，自己什么时候才能6根清净。当你带着第101名美女楚萧回到基地，楚萧东看西看，怎么都是女的，感情这是你的后宫，感觉自己上了贼船啊！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，我决定把组织命名为超能火箭团，我们的温泉山庄命名为火箭基地。反对的人今晚别走。这时候你的姐姐觉得不对劲，直接说道：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们超能火箭团的宗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互相扶持，尽可能的活下去。林总，你得拿个章程出来，比如根据贡献给予贡献值，可以来兑换更多的食物的。林黛玉撅起小嘴，什么没事就找人家，找完就拼命让人家干活。第2天早上，你叫来李励志、林黛玉等人，开了一个集体会议。今天晚上我们将举办一个婚礼，女主角是我们的傅老大。说完，给了李励志一个你懂得的眼神。你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？我做事从来想一出是一出，这是我突然想到的。说着，李励志把你拖进房间，开始为期长达5个小时的报复。入夜火箭基地中，一系列礼仪举办过后，你和李励志回到房间，喝得醉醺的你躺到床上，嘴里自言自语：励志，你真美，我真的好爱你。李励志顿时脸红成了猴屁股。10分钟后，当李励志洗澡回来，你却睡着了，气得李励志想当场把你割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你带着李励志出来杀丧尸，不远处一个女的躺在地上，旁边围了几个女生，显然是刚被丧尸攻击了。弟弟，你快想办法救她啊！你只得问系统有什么办法。检测到成员木晴生命垂危状态，可使用1枚大还丹保住木晴生命，需要1000积分。你瞳孔猛地放大，不由得暗骂自己刚好1000积分，这下又要花光。看大家伤心的模样，你也狠不下心了。你换出了大还丹，向木晴走了过去，把它塞到木晴嘴里。木晴苍白的脸竟然又有了血色。这可是宝贝，我现在就这么1枚。几位你感到高兴，虽然我们身处末世，我们也不能放弃人性，要不然真和畜生一样了。旁边的几个女的连忙感谢，原来木晴是他们老大，也是出来寻找食物的，这次没有白白出来，又收了这么多女手下。而胡青青最近也很苦恼，自从和姐姐被带回来之后，你就安排他们2个成立了一个医护室，但平时基本没人受伤，他们白吃白喝了这么久，所以胡青青决定今天要主动出击了。她鼓起勇气进入了办公室，反锁上了门，这让你露出3分玩味3分风流。是青青啊，找我有事吗？柱子哥，回基地这么久，你怎么不来找我呀？最近不是刚和傅老大成好事吗？我哪能这么快就去找新人啊？你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胡青青却直接将你扑倒。30秒以后，胡青青想起了姐姐胡素素。柱子哥，我姐姐其实也很喜欢你，但是她脸皮薄，你看你要不要主动出击，把她拿下？这就把姐姐卖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还不是想让她有个归宿吗？我们姐妹在医务室都太闲了，你看要不要给我们再派点活呗？你计划成立一个人力资源部，正好胡青青当人力资源部经理，你也不怕招进来别有用心的人。系统里有一个敌意检测雷达功能，有敌意的为红色，纯路人为蓝色，友好的人为绿色，这样开了谁还能偷袭？不是这样，你却后宫佳丽3000，尤其是那一对双胞胎护士姐妹花，更让人垂涎3尺。此刻正当你在呼呼睡大觉时，雷达系统突然滴滴响起，里面居然有一个红点，对你有敌意的人被检测出来。你确定不是闯进来的外人？难道是某位手下？
你突然灵光一闪，心生一计，决定把这个家贼揪出来。此刻离温泉山庄3公里的一处街道，几辆战车缓缓向着温泉山庄进发，为首的是一名高大男人，面容阴柔。队长，是否休息一夜，明天天亮了再去？就是要趁着他们不备，到时候我会让我妹妹偷偷溜出来，咱们里脉合，他们自然就会投降。我妹妹可是说了，山庄里女人有好几十个，容貌绝佳的也有不下5个，到时候大家好好开心。手下听到队长的话后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然而你这边把众人叫到门口，开始准备找出家贼。想必大家都很疑惑，今晚这是唱的哪一出？说实话，我很痛心，我们中居然有敌人。我明明对大家这么好，现在这个人站出来承认，我饶他不死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敌人。等了几分钟，还是没人愿意承认。你倒也意料得到，还抱有侥幸心理。看来还是我平时太仁慈了，没人怕我的手段啊。吴小玲此时站了出来，面色冷峻，扫视众人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被我抓到，我会用我的手段对付你。你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，让内奸非常的不安。终于他不抖了，一道倩影站到人前。是我。叶紫薇，你倒是也没那么冥顽不灵嘛，我还以为真得把你名字说出来才行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老大是怎么发现我的。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我好色，你却不来勾引我，你说你是不是有鬼？叶紫薇愣住了，她想破头也想不到会是这个理由，不过这个理由显然不够，最多只能说她很可疑罢了。其实你之所以确定是她，是因为自己对员工们这么好，而叶紫薇爱恋值没有80就算了，服从值也没有80，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。老大好手段，我希望和你谈谈。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？刚刚小玲说要让你尝尝手段，我还是直接让她来吧。说着退后2步，吴小玲抽出匕首向叶紫薇走来。叶紫薇终于慌了，我的哥哥马上会带着人打过来，你们放了我，我保你们平安。叶紫薇是真吓死了，她知道吴小玲就是个疯子，为了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叶紫薇跪下求饶道：老大，饶我一命吧，我以后愿意给老大当牛做马，求求您了。既然叶小姐投降了，那么下一场戏还得她来当女主角呢。叶紫薇的哥哥叶良辰是江河市所属的单位一个队长，丧尸爆发后，叶良辰就迫不及待的来营救妹妹了。主要是妹妹说这里美女也很多。半个小时后，车队到达门口，吴小玲把叶紫薇推了出去。去吧，按我们说的做，否则处指导的狙击枪会把你的小脑袋打成碎末。叶紫薇慢慢的走向叶良辰，想起你那个魔般的低语，把你哥哥干掉，你就能活。叶紫薇紧咬着牙，内心做着挣扎。是紫薇吗？妹妹可算见到你了，弟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好人家，就是龙腾团的李团长，他手下有近1000人，只要嫁过去，就算是末世你也能活得很滋润。叶紫薇眼眸中闪过一丝怒火，李团长都50多岁了，你让我去？叶紫薇忍着心中的怒火，只要李团长不嫌弃我就好。叶良辰此刻准备发动进攻，叶紫薇却走向后面的车，走的时候一个东西落到车上，叶良辰把东西捡了起来。咦，怎么像个手雷？怎么还会冒烟？轰隆！第3辆战车剧烈的震动了一下。半个小时后，战场打扫完毕，45名俘虏，10辆完好的战车，以及各式武器若干。或是降临，当你面前站着一排美女，你却面露恐惧，只能拉着其中一个赶紧跑，因为你要保住自己的腰子。一夜过后，你美滋滋的醒来，摸一下自己的腰子还在，也就没那么紧张了。你来到门口，吴小玲已经带着叶紫薇等候多时，看到你出来，吴小玲赶忙上前询问：老大，昨天的那些俘虏怎么办？养着这么多人也是浪费粮食啊。这些人先留着，我以后自有用处。那叶紫薇怎么处置？她可是差点把我们的基地毁灭啊。叶紫薇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颜值也够高，这也是我能让你活到现在的原因。你猜猜我会怎么处置你呢？老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，另外我哥哥已经被我亲手灭了，家里我也回不去了，你随便处置吧。那行吧，从今天开始取消你的队长职务，你重新开始。至于以后发展怎么样，也全靠你自己。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，不要再有二心。我记住了，老大。处理过叶紫薇的事情后，你带着李励志和林黛玉开始到处招收人员，毕竟想要发展，还得扩充自己的后宫。不，说错了，还得壮大自己的团队。正当你们在一个小区门口招人时，有2个女生过来了。你定睛一看，这颜值还不是妥妥的80分以上。老大，我们能加入你的团队吗？我叫宋宝儿，这位是我的闺蜜安娜。你看2人主动加入，便欣然同意，给了2人1人1包方便面和1瓶矿泉水。你俩以后就是我们火箭团的成员了，这是2位副首领，以后你们就由他俩带着。我叫安娜，我也有异能是金色的，就是能进入别人的梦境，并且可以短暂的进行操控。好的，你俩进入团队后好好加油，队长的职位也是需要人手的。你没有想到的是，正在你招收这2个人的时候，暗处有几个人正在盯着你。你带着李励志来到建材市场收集物资，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，房子的需要也越来越大，庄园已经快满足不了刚需了，你只能自己建造房屋。正当你在收集物资的时候，几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为首的叫做张强，就是那天在超市为难吴小玲的男人。
你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异能者，你果断打开系统面板观察。张强，风之领域金色，美女收集10人。好家伙，你没想到这哥们收集美女的速度已经和你不分伯仲了。此时张强几人过来了。赵铁柱，我们已经盯你很久了，知道你有异能，但是我们几个也不是吃素的。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交出你的庄园和身边的美女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见过得瑟的，没见过像你如此不知好歹的。给你个机会重新说。说罢，你一闪到张强面前，一巴掌直接招呼到他的脸上。你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打我，你真的是长！张强话音未落，你一巴掌又是上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说。你竟然又打我！你还没有见识我的异能，不知道我的厉害。谁知张强刚刚说完，这次没有再给他机会，直接一巴掌将其抽出天际。给你机会了，你不懂得珍惜，什么狗屁异能，真当你老子我吃素的？张强的小弟见到你一巴掌的威力，几人慌了，赶忙逃跑。你也没有追过去。对于这种小喽啰，实在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收拾，因为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将张强手下的10个美女收为己用，加入自己团队。因为李励志在你身边的原因，你也不敢太放肆，只能将他们交给李励志带领。男人嘛，该怂就得怂，你说呢？末日降临，双胞胎姐妹花敲响你的房门，原来是胡青青带着姐姐来了。进入房间后，胡青青主动往你身边靠近，姐姐胡素素却一脸娇羞。老大，你今天带回来的那些人，我已经做好统计了，其中很多人都是可怜人，还有一部分人很有才能，我觉得你可以看看。说着，胡青青拿出一份报告递给了你。正当你看着报告时，胡青青贴着你轻声说道：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来我房间了，今天晚上过来好不好？我和姐姐在房间等你。本来正看得入神的你，听到姐姐这2个字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原来这才是姐妹花的目的。上次胡青青让你对姐姐主动点，由于基地女神太多你忘了，没想到今天主动过来了。好的，今天晚上你俩等着我，换成我喜欢的样子。答应过姐妹花以后，你带着吴小玲出去收集物资，因为第2波尸潮马上来了，一定要大量的材料修建防御工事。正当你在建材市场收集时，2个女生过来了。这是我们与女团的老大柳岩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原来如此，我是温泉山庄火箭基地的，因为第2波尸潮即将来临，我来这边整一些材料修建防御工事。你们如果想过来，我欢迎。看来朴老大是准备收编我们，但是不知道我这边的姐妹是否答应。刘老大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与女团的人我要定了，因为只有我可以保护你们，你也可以过来陪我作践。朴老大，这样吧，如果你能打赢我，我们全部进入你们火箭基地。你听到柳岩此话，就打开系统观察他的属性。柳岩，人物等阶2级，异能力量。你看到柳岩的面板后，直接准备来一招釜底抽薪。想要让他服从，就必须把他打痛。想必你对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。这样吧，咱们这波来把文斗。看到那边的那堆钢材了吗？咱们就试试谁能搬动他。一言为定，想必朴老大还不知我的异能吧？那就是力量，输了可不准哭鼻子哦。柳岩说罢，就前往那边的钢材走过去，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，也没能将钢材移动半分。即使他觉醒了力量，但是那是100吨钢材，岂是说动就动的？看来刘老大的力量一般般了，这么点东西都无法移动。等下输了，我也要打 PP 喽。柳岩听到你的话，瞬间脸红了起来。你则直接走到钢材旁边，一只手直接将钢材搬起来，瞬间将它收入到系统空间中。柳岩见识到你的异能，直接心服口服，决定率领与女团加入你的庄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朴老大的妾，以后你吩咐就是了。回去等我请示一下副首领，如果他同意，我就答应了。柳岩瞬间瓦特了，难道温泉山庄你只是个傀儡？真正的话事人是副首领，你则露出尴尬的表情。男人的苦，你们这些做女人怎么会懂？各位老铁，你在家地位也是排在小泰迪后面吗？如果是，评论区打出真男人。等你回到山庄以后，系统突然响起，恭喜宿主获得紫色异能土，可以转让给他人。你思索了一圈，是谁还没有异能觉醒呢？突然想起前2天救的那位女首领穆晴，你就让她来到你的房间。通过系统扫描后发现，穆晴的颜值85，服从值87。你没想到，这才来2、3天，都对你俯首帖耳了。你果断把这个紫色异能给了他。这个异能属性是土，有了这个异能，以后庄园的建设和规划，你可要加把力。穆晴听到你的话，也是内心一震，没想到自己才来2天，老大你都如此信任。此刻他真有给你3分钟的冲动，让你享受一下冲动后的惩罚。你看到穆晴的脸色，就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你急忙让穆晴先走了，因为你已经答应双胞胎姐妹花今天晚上去他们那边了。晚上10点，你偷偷的来到姐妹花的房间，胡青青和胡素素早已整装待发，
等待你的到来。一夜无花，只有尖叫。你本以为自己够强了，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你发现自己走路都得扶墙，真是造孽啊！这要让林黛玉他们看到，岂不是又要被嘲笑？这个男的到底有多惨？末日降临，别人都是忙着生存找物资，你唯一的愿望就是保住腰子。此刻你正在与女团中挑选后备人员，李励志直接闯了进来。虎大头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。我说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回来？原来是直接带回来一窝狐狸精。姐姐，这你就误会我了。昨天我是和吴小玲一起出去的，遇到他们也是没办法了。我这正准备给你说，看你如何安排这些人呢？你这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，今天晚上滚回来跪键盘，你敢打出字母，我要你好看。李励志说霸气哄哄的走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叶紫薇就过来了。由于上次叶紫薇犯错，你直接把她降为基地保安人员。老大，不好了！根据无人机监测消息，有一大波尸潮过来了，大约再有3个小时到达庄园附近。你一听立马精神起来，这一大波尸潮什么威力还不知道，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，要不然辛辛苦苦打造的后宫可能要毁于一旦。现在防御工事怎么样了？给庄园的人配发武器了吗？防御工作昨天晚上都建设好了，至于武器，庄园内人手一把，应该可以自保。你听完叶紫薇的汇报，急忙赶往门口城墙上观察情况。此时系统派发任务，系统任务生成，带领姐妹团度过这次尸潮，奖励5次抽奖机会。你看到系统难得如此大气，心想这次尸潮的规模应该不小。正当你在思考如何应对时，庄园门口出现了2个人。一旁的楚萧看到后，急忙走到你面前。老大，他是我的表姐楚歌，也是特种大队的指挥官。你听到楚萧的解释后，就对城下的2人喊道：楚队长，不知道来我这里有何贵干？朴老大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楚？你妹妹楚萧都是我的人了，你这个做姐姐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正当你对着楚哥说话时，你定睛一看旁边的那个男的，这不是李刚吗？是你老爹拜把兄弟的儿子。小时候李刚没少被你欺负，你直接让2人进来，带他们来到会议室。刚子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活着，你怎么和楚队长在一块啊？铁柱哥，我也加入了特战大队，我们2个说实话是来调查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来说吧，是因为叶家举报你，说你杀害了他们的小队。其实这个叶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典型的欺软怕硬。你听到楚哥的话，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区叶家也不在话下。等到天真的凉了，就该让叶家消失了。楚队长，你以后什么打算？要加入我们火箭基地吗？这是个好办法，现在我们也没有好的去处，留着也好。正好我的妹妹楚萧也在。2个小时后，尸潮来临，你带领火箭团经历3个小时才度过这波尸潮。回到房间后，你直接累得瘫坐在地上。恭喜宿主度过尸潮，奖励抽奖机会3次，检测到楚萧楚歌爱恋值到达80，奖励2次抽奖机会。你一听5次抽奖，瞬间来了精神，直接一股脑全部抽取，最后得到金色异能夜游神，同时获得初级基因药剂30份。正当你高兴之时，胡青青来到你的房间。老大，我知道今天晚上你累了，我给你做个全身放松。有了上次双胞胎姐妹花前车之鉴，最近你看到胡青青姐妹都是绕着走，实在是腰子要紧啊。好在今天晚上胡青青一个人过来。3个小时后，你把刚出的金色异能夜游神给她，胡青青开心的离开房间，只留下你一个人在那捂着腰后悔。谁曾想胡青青前脚刚走，林黛玉就来到你的房间。老大，最近我们的收获还不错，1阶晶体5000个，2阶80个，3阶10个，最主要的是收获了1颗4阶晶体。听到林黛玉的报告，你没想到最近战绩不错，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了。你直接连续吃下4个3阶晶体，将自己提升到了3阶。此刻你的实力得到质的提升，刚才与胡青青的疲惫一扫而空。你看着眼前的林黛玉，不由得眼神迷乱起来。末日突然降临，护士姐妹花敲响你的房门。你俩怎么一块来了？你看到胡素素姐妹过来，眼神中透露出畏惧。这姐妹花义气太强了。老大，我妹妹昨天那么累，你还这么折腾她。下次如果我妹妹不行的话，我也可以，别让她那么受苦了。你懂个锤子！你知道她昨天差点把我整死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个老中医看看。说完，你一溜烟跑，因为你真的怕了。你来到客厅后，李励志、林黛玉等人都在。你为了6根清净2天，直接说出了你的打算。我决定去市区里转几天。我有个好兄弟叫陈子阳，可能是回他家里躲着了，我想去找找他。陈子阳当时就是末日降临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兄弟，那种情况下还惦记你，属实不易。你一定要去找找他。那我也和你一起去，正常他我也认识。这个不行，基地还需要你镇守，我带着吴小玲和小队就行。你安排过后，就带着吴小玲出发了。2个小时后，你到了陈子阳的住处，房间内没有一个人，只有桌子上放着一个纸条。你拿起来一看，是陈子阳留下的。今天是末日降临的第20天，我的食物吃光了。听说北边有个龙腾基地，我打算去看看。
如果有人来找我，可以去的。你看到后心里一阵愧疚。末日降临，陈子阳想到的第一个人是你，而你呢？火箭基地建立这么久，美女已经收了10级了，第11级才想起来他，属实不仗义啊！正当你懊恼之时，系统签到响起。恭喜宿主获得高级基因药剂2份，神级武器落日弓。落日弓说明后羿射日弓材料打造，可吸收环境能量，自动化为箭矢，百发百中。你看到这神级武器后大喜，有了这玩意，以后再强的敌人也是嘎嘎乱杀。收起来系统奖励以后，你发现陈子阳说的龙腾基地，你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只能回去以后让人打听再做打算了。可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你和吴小莲回去的路上，竟然被一个4阶丧尸拦住去路。按理说你现在上去打略显吃力，因为你现在的等阶是3阶，但是有系统救世上，刚刚不是开出了神奇武器落日弓吗？这时候正好试试威力。小玲，你带着小队先往后面撤，防止一会打起来，你们受到损失。其实你说的也是为他们考虑，因为你也不确定这个4阶丧尸战力如何。假如你真的打不过，自己跑路也方便。说完，你直接拿出落日弓，对着那个4阶丧尸开出。果然，一发箭矢，丧尸直接倒地消失，地上只留下一个4阶晶核。为了快速强大自己，你直接拿着系统里存的那颗4阶晶核，2块1块吞了下去，直接把自己升级为4阶。然后你打开系统看自己面板属性，宿主等阶4阶，异能风之领域金色、阴影紫色、飞翼紫色，美女收集数量8，积分43000。回到基地以后，你晚上老老实实去李励志房间。说实话，你已经很多天没有过来了。没想到老大还有空来我这，真的是稀客啊！瞧你说的，只有咱俩举办过婚礼。姐姐，你才是正妻啊！我不来这能去哪啊？去哪？现在你不是想去哪去哪吗？听说你现在越玩越花了。你冷汗直流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，我就先……你话还没有说完，李励志直接说道：“你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别来了。”你无奈只好放弃开溜的念头。久旱逢甘霖，第2天你睡了一天，末日突然降临，霸道女总裁敲响你的房门。林总，怎么这么晚了？过来。刚刚蓝星联合官府发布公告了，即日将恢复网络通信，并且还要开启末日巨币计划。什么是末日巨币？就是将人汇聚到一块，有点类似我们的庄园，就是这个巨币的规模很大。是啊，那你怎么想的？我们要不要加入？我觉得去巨币弊大于益。首先，巨币在毛数是如此巨大，他们怎么可能建成？现在的环境去哪找这么多材料？其次，就算建成，进去后会不会为奴为婢？到底谁说的算？你说的有点道理，这个事情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其实末日巨币计划是由一个叫白乐乐的势力发起的，他铲除了基地附近的势力，一跃成为地区最大的基地，所以他的野心更大了。幻想自己头戴皇冠，冕饰上镶嵌着无数宝石，每一颗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，象征着他的尊贵地位和无比的智慧。而你却即将成为他称王称霸路上的绊脚石。正当你在思考如何规避巨币计划时，你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是谁啊？是我啊，兄弟，陈子阳。你小子还活着？我去找你了，看到了你留下的字条。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当初丧尸爆发，我侥幸觉醒了异能，逃回了家里。可后来食物耗尽，灾难还没结束，我就和几个同伴去了龙腾基地。结果待了没多久，丧尸潮来了，龙腾基地完蛋了，我趁机跑了。最近听说有信号了，才找了个手机给你打电话。我现在在温泉山庄这边，你要过来投靠我吗？你难道是火箭基地的首领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你可真有本事啊！现在谁不知道火箭基地的大名啊？我现在是红花会的2当家，你等着，我说服大当家来投靠你。你和陈子阳挂断电话后，系统传出一个不好的消息：尸潮即将来临，规模是上一波的5倍。当你听到系统的提示后，眉头紧锁。5倍？什么概念？这其中绝对有高阶丧尸。系统签到奖励：诛仙剑。系统发布任务：10天之内宿主达到5阶，否则人道毁灭宿主。为了完成系统任务，你一口气喝下2份超级基因药剂，感觉自己的实力大幅提升。忙完这些事情后，你突然想到那天逮住的奸细，就是你出去招人时，有个人混了进来。你通过敌意检测系统检测出来后，让叶紫薇悄默声的逮起来。不知道现在审问的如何了？你直接来到安保大队的办公室。叶紫薇问的怎么样了？老大，柳如烟交代了，说是受白乐乐指使，想靠美貌接近刺杀你。毕竟你的好色在远近的基地时出名的。你一脸尴尬，我就这么出名吗？你没有搭理叶紫薇，直接走到柳如烟的旁边。你想报复白乐乐吗？他明知道来这里是死，还故意让你送死。老大，我愿意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柳如烟坦白后，已经决定归顺你。检测到柳如烟对宿主的服从值达到80，奖励宿主抽奖机会1次。以后你先跟着叶部长做事吧，表现好的话，我甚至能赐给你异能。柳如烟听到你的话，被感动的不行不行的。白乐乐以前对他那可是除了打就是骂。柳如烟走后，你看了一眼叶紫薇，你突然发现，最近经过你改造以后，叶紫薇的状态明显不一样。
紫薇啊，你以前交过男朋友吗？叶紫薇秒懂你的意思，慢慢的向你走来。没有，老大会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你听到叶紫薇的话后，男人的感觉瞬间拉满。这一刻，你不会再想腰子不腰子了，